Hello， 大家好，欢迎收看最新一期节目，我是小渊。今天我们讲一期非常出名的日本悬案。一个出生中产阶级、年薪高达85万元人民币的女子，下班后却一直残卖肉体，为了客源甚至主动降价，以至于被同行鄙视。直到某天惨遭杀害，日本警方介入后引起轩然大波。嫌疑人的判决被数次更改，白天的职场女强人为何会和街头妓女重叠？凶手到底是谁？为何她的死在日本如此被人关注？故事发生在1997年的日本涩谷原山町，当时日本红色产业盛行之地。当时这个人口不到2000人的小社区中，却曾拥有300多家爱情旅馆。所谓的爱情旅馆，只是二战后日本年轻男女解决生理需求的风花雪月之地。在料理店打烊后，老板拉姆习惯性走在熟悉的巷子，上楼梯前，拉姆总会放慢脚步，因为每当经过这里时，时常能听到101房间女子奇妙的呻吟声。离开妻子从尼泊尔千里迢迢到日本谋生，这样的声音总能给劳累一天的拉姆带来别样趣味。拉姆有时还会从窗户往里偷窥，然后才上楼回到自己房间。可在3月19日，发生了让拉姆措手不及的事情。当天傍晚，拉姆经过101房间时，发现里面的女子依旧躺在地上一动不动，昨天也是这样。当时他以为这个女人是醉酒睡着了，就没太在意。可今天这个女人还躺在地上，难道出什么事情了吧？不安的情绪越发激烈。要知道这间公寓可是拉姆省吃俭用买下来的，如果发生点什么事情，那就不好了。没来得及多想，拉姆打开没有锁的房门，果然令人不安的事情还是发生了。地上的女子已经没有了呼吸。勘探现场后，警方没有发现明显的搏斗痕迹和盗窃痕迹，女子是因舌骨断裂致死，也就是被人勒死的。通过尸体旁边的手提包，证实她是日本东京电力公司企划部调查科的时任副长渡边太子，一个39岁未婚女性。在尸体旁边有个被利器割开的手提包，里面装着几百日元零钱和女性日常用品，但手提包中的黑色小笔记本引起警方注意，上面是接客记录。卧室地板上，法医搜集了人类的22根阴毛，卫生间中还有个用过的但没打结的避孕套。ここ渋谷区丸山町、渋谷の繁華街からほど近いところにありますこちらのアパートの一室で女性が亡くなっているのが発見されました。女性は首を絞められていた。捜査員が駆けつけ、現場は騒然となりました。当時鑑識に当たった N 氏は部屋の異常さをこう振り返ります。汚いという掃除も何もしてなかった。もう空き家そのものの状態だったですね。陰謀類が多かったですね。何百本でしょうね。何百本？そうですね。走访调查中，警方了解到渡边太子出生优渥，但父亲早年因病去世，平时和母亲以及妹妹一起居住。职场上，渡边太子已经位于日本女性成就的金字塔顶尖。在1998年，年薪就高达1300万日元，约合85万元人民币。一个事业如此优秀的女子，怎么会暴毙在遍布爱情旅馆的原山町巷子里？更奇怪的是，母亲听到女儿遇害的消息时，表现更多的是冷淡。警方继续走访调查，可得到的答案同样令人无奈。几乎所有同事都表示，渡边太子是个充满谜团的人，有严重的洁癖等等。搜索渡边太子宫位时，警方找到一份奇怪的性关系协议书，有点像古代青楼女子的卖身契。到了这里，警方汇总了线索，遇害现场的性爱痕迹、接客记录以及性关系协议书。日本警方相信，如果不出意外，很可能就能破案。可接下来发生的事出乎了所有人的意料。法医推测，渡边太子是在3月8日半夜遇害，其中有3个人物引起警方注意。第一个是黑色手册上记录的最后一位客人，但经过周边证词，手册上的最后一个客人作案嫌疑被排除，剩下的就是报案的拉姆以及麦纳利。对于这2人的调查，日本检方和辩方吵得不可开交。为了更清楚介绍调查经过，小渊会从检方和辩方对嫌疑人的作案条件和作案动机的辩论展开。首先是嫌疑人麦纳利，麦纳利是报案人拉姆的老乡，他同样是千里迢迢来到日本谋生。
在3个月签证到期后非法滞留在日本，在一家餐馆工作，租的房子就在案发公寓附近。案发地点101房间的房东是拉姆，拉姆的房间和101房间在同一幢公寓。拉姆经常将101房间借给老乡等朋友暂住。在警方拿出渡边太子的照片询问时，麦娜丽直接说自己没见过照片的人。正常人往往很难分辨和自己不同种群的人，就例如有人拿2张美国男子的照片给你分辨，你往往需要仔细观察2人才能做出判断。但如果拿2张日本男人的照片给你，你很快就能分辨出2人是否为同一人。可麦娜丽瞄了一眼照片，就直接说没见过。况且渡边太子长相出众，正常男人多少会仔细观看一番。如此说来，麦娜丽的确存在嫌疑。接着，警方又检验了麦娜丽的作案条件。首先，作为报案人拉姆的老乡，麦娜丽在曾提出想租下案发房间101。拉姆回国前把房间钥匙拿给麦娜丽，其余的作案条件来源于现场。其一，案发房间避孕套中的精液 DNA 属于麦娜丽；其二，卧室中的部分阴毛属于麦娜丽。另外，麦娜丽的身高符合目击者的证词。至于作案动机，警方没有给出明确的推测。在1998年该案开庭时，检方已蓄意谋杀罪起诉麦娜丽。麦娜丽十分激动，并且坚称没有杀人。自己之所以在接受警方询问时撒谎，是因为自己不想自己因嫖娼的事情被遣返回国。东拼西凑之下，麦娜丽找到律师为自己辩护。法庭之上，辩方律师指出几点事实：其一，麦娜丽工作地点与案发地点的距离让麦娜丽缺少时间作案；其二，麦娜丽案发前把101房间钥匙交给自己室友，让他还给拉姆，说明案发前后室友或者其他人有可能也在101房间待过。最后一点则是常见的犯罪困境，这一点小渊得向大家详细科普一下。很多时候眼见不一定为真。举个例子，如果一对男女在公寓里偷欢，事后地上到处都是该男子的痕迹，例如地上香槟酒瓶上男子的指纹，床上男子的 DNA， 可该女子在几天后被人杀害，那凶手就一定是该男子吗？不一定，完全有可能是有人在杀害该女子后擦除自己痕迹，嫁祸给该男子。警方收集到该男子的大量痕迹后，往往会把他列为重点嫌疑人。放到渡边太子案件中，道理亦是如此。卫生间中的精液和卧室的阴毛，即使都属于麦娜丽，但我们不能直接说凶手就是麦娜丽。但日本警方也给出新的观点：其一，麦娜丽无法准确交代自己是哪天把钥匙交给室友；其二，通过卫生间中的精液，法医判断麦娜丽留下精液的时间在3月8日附近；其三，麦娜丽在规定时间内从工作地点赶到案发地点，借助合适的交通工具还是能实现的。尤其是第2点和第3点，证明麦娜丽作案条件的成立。但辩方律师立马死磕警方的法医观点，认为法医的观点过于理论化，而且警方根本找不到真正在当天见过麦娜丽的目击者。主审法官听完后一脸懵逼，控辩双方可谓是婆说婆有理，公说公有理，到底该怎么判呢？妙子の遺体が発見されたのは、このアパートに入る姿を目撃されて11日後のこと。空き部屋での殺人事件、捜査で最も重要視された証拠があったと、当時現場で鑑識をした N 氏は言います。和室の便器の水が溜まってる場所あるんですけど、そこの中にですね、精液の入ったコンドームが浮いてましたね。その避妊具から採取された DNA をもとに一人の容疑者が浮上しました。ネパールから出稼ぎに来ていたゴビンダ・マイナリ氏。以前にもわずか数千円で妙子と関係を持ったことがあり、かつアパートに空き部屋があることも知っていました。何より決め手となったのは，就在控辩双方陷入焦灼时，麦娜丽的2个室友打破了局面。根据室友的说法，麦娜丽曾向其中一名室友借了10万日元。面对室友的催款，麦娜丽说自己还欠3万日元，希望室友能再给点时间筹钱。后来在3月8日晚上，因为渡边太子性价比非常高，
所以麦纳丽决定把渡边太子带回宿舍，三人轮流照顾了他的生意。也就是在这天半夜，渡边太子被人杀害。警方通过他的黑色笔记本得知他当天接客收入在10万日元左右。可尸体被发现时，钱包只有一些零钱。更巧的是，在第二天，麦纳丽突然凑够了10万日元，还清了室友的借款。这就奇怪了，麦纳丽如何在一天时间内多了3万日元？对比渡边太子当天4万日元的接客收入，警方就推断很有可能是麦纳丽杀害渡边太子后，把包里的钱占为己有，这就是作案动机。但警方发现101卧室地板上还存在第三人的阴谋，目击者的证词存在很大的时间偏差等等。在争吵了2年后的2000年4月，东京地方法院判处麦纳丽无罪，原因是证据不足。所以案件到这里就结束了吗？当然没有，不然小编我也不会做这期视频了。这起案件在日本非常出名，除了前文我们所说的犯罪调查困境之外，还涉及很多方面原因，例如日本女性地位问题、日本法律部门矛盾、日本性产业问题、日本能源发展争议等等。按照我们吃瓜群众的逻辑，既然证据不足，那无罪释放是再正常不过了。但在当时，恰恰因为这个无罪判决，让日本检方和司法部门气得咬牙切齿。在麦纳丽被宣判无罪仅5天之后，东京地方检察院就提出上诉。几个月后，做出无罪判决的大原明和法官就被雪藏了。当时一个前途无量的大法官突然被雪藏，原因路人皆知，大家都是揣着明白装糊涂。同年年底，东京高级法院作出2审判决，宣布麦纳丽无期徒刑。原因是麦纳丽在案发现场的大量痕迹，以及案发后不明来源的大量现金，所以罪名成立。从天堂掉到地狱，仅仅给了麦纳丽5天时间，但麦纳丽的命运并没有因此被锁定在监狱中。我们先暂停麦纳丽的命运之旅，回到受害人渡边太子身上。一个人在1998年就拥有85万元人民币年薪的39岁单身洁癖女性，为何要在下班后贱卖自己的肉体？渡边太子是个充满谜团的人，几乎没去公司食堂用餐。抽屉里装有大量的维生素片，曾含有严重的厌食症，上班时间总是洗手，有严重的洁癖。在原山町接客那段时间，渡边太子的购物行为也非常奇怪。当時の報道にはこんな証言も。よく男性の方と見えましたよ。来るとね、必ずビールを買ってましたね。必ず同じビールを同じ本数買っていって、また何時間後には飲んだ空瓶を返しに来る。あんまりそういう人っていないんですよね。瓶を返却するともらえる10円ですら無駄にしなかったという妙子。常連客によると、コンビニのおでんの買い方も独特だったようです。決まって一品ずつ容器を分け、たっぷりの汁を店員に催促する。それを大切そうに飲んでいたそうです。此外，同事反映渡边太子在工作上十分卖力，与当时日本女性很少活跃在职场上的形象形成强烈对比。但后来因为种种原因，渡边太子的职场上升途径似乎突然停滞了，公司只为他安排了个虚有其表的职位。而在后来一段时间，无论公司多忙，渡边太子总会按时下班，那段时间正是他在原山町接客的时间。难道说渡边太子因某种刺激才开始贱卖自己肉体吗？能带来这种刺激的是父亲的因病去世，职场受挫，还是因为自己的婚恋问题？这一切都没有答案。回到麦纳丽，小袁在前文说过，警方调查刑事案件时很容易陷入调查困境，也就是案发第三人存在的可能性。麦纳丽被判处无期徒刑后，他的辩护律师坚持上诉，指出在渡边太子阴道内存在第三人的 DNA， 而这个 DNA 和101卧室地板上的阴毛中同样存在，并且法医还在渡边太子指甲中也发现这个 DNA， 这表明案发第三人是真实存在的，但绝对不是麦纳丽。如此一来，日本警方就不能直接断定麦纳丽是凶手，所以仅仅2年后，麦纳丽又被无罪释放，并且被直接遣返回尼泊尔。反应快的观众可能会问，这么明显的漏洞，
难道当时日本警方一点都不知情吗？还是说法医操作疏忽？个人认为，但凡能当上法医的人都会检查渡边太子的阴道，所以相比之下，应该警方故意隐瞒证据，责任和临时工法医完全无关。可说了这么多废话，凶手究竟是谁呢？首先，小渊认为这个凶手大概率是熟人。嫖客杀死妓女的事情全世界都有，大部分原因是价钱谈不拢和嫖客存在变态嗜好。但渡边太子给出的价格往往都比同行低，而渡边太子的容貌又不比同行差，所以嫖客不大可能因价钱问题杀害他。至于是否存在变态杀手，在公开的资料中，当时原山町一带没有出现妓女连环命案，所以凶手杀害渡边太子应该是有其他动机。可动机是什么呢？小渊我只能想到2种可能。其一，这位熟人是渡边太子的同事。这里要补充一下渡边太子的职场故事。公开资料显示，渡边太子父亲也曾在东京电力工作，当时因为国际油价的波动，日本当局曾展开是否要大力发展核能的讨论，而渡边太子父亲是反对发展核能。在父亲去世后，进入东电的渡边太子也继承父亲遗志，反对核电站建设，与公司内部支持派意见分歧非常大。所以是否有人忌惮渡边太子的影响力才杀害渡边太子呢？凶手是否利用渡边太子的卖淫活动作为行凶的挡箭牌呢？也不是没有可能。当然，我们好像忽略了重要的一个人，就是报案的料理店老板拉姆，也是101的房东。但公开资料显示，拉姆在案发前已经回国，所以嫌疑被排除。101房间内的第三人 DNA 也不是拉姆，那我们可以顺着这个 DNA 信息找到凶手吗？很遗憾，案发当年不是每个人的 DNA 信息都被登记在警局，所以到最后渡边太子这起案件就成为日本著名悬案，直到今天凶手都没能找到。Hello， 大家好，欢迎收看最新一期节目，我是小渊。今天我们来讲的是乌鸦悬案，看完后大家过年对走亲戚也许会有新的看法。故事有点长，但绝对值得一看。还是那句话，如果你对案件有独特的想法，欢迎在评论区分享，说不定这桩悬案就被你破了。故事发生在法国东北部沃洛涅河谷的一个村庄，维尔曼家族和其他几个家族住于此地。村庄位置偏僻，农作条件一般，早期发展缓慢，信息闭塞，村民愚昧落后。直到1950年后资本家在当地大兴工厂，村民衣食住行才大为改变。主人公让玛丽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出生。她是家里6个孩子最为出色的一个，工作非常卖命。让玛丽不但有让人羡慕的外表，还有比她小21岁、精致优雅的妻子克里斯汀，以及2人可爱的孩子格雷格里。1981年，让玛丽被提拔为厂里的管理人员。这个身份搭配让玛丽雷厉风行的特点，周围人都戏称她为大老板和首领。然而，越是光线十足的地方，黑影就越是随处可见。让玛丽结婚时，部分家族成员就背后议论，克里斯汀出身卑微，配不上高贵的蓝领工作人员让玛丽。听不惯闲言碎语的让玛丽一气之下搬到10公里外的河畔附近。新居落成当天，只通知少部分亲戚朋友，包括家中电话号码。可新居落成数天，让玛丽又接到乌鸦的骚扰电话。这里的乌鸦是当时法国电影给写匿名信的人的一种称呼。电话中，乌鸦用沙哑的嗓音恐吓让玛丽家人，甚至还打电话给殡仪馆、消防队和其他亲戚，谎报让玛丽去世消息。让玛丽既恼火又无奈。让玛丽觉得，如果自己之前因为升职被乌鸦妒忌，那倒无所谓。但搬到新家后，乌鸦却变本加厉，不但打电话到家里，还打电话到自己办公室，车轮被扎，家中窗户被打碎，越发频繁。一家人总是心惊胆战。每次电话响起时，连4岁的格雷格里都会说：“那个坏人又打电话来了吗？”万般无奈的让玛丽选择报警，但由于乌鸦故意改变嗓音以及当时侦查条件限制，所以警方无法查出乌鸦是何人。1983年3月5日，让玛丽收到乌鸦第一封恐吓信。4月27日和5月17日，乌鸦再次寄来恐吓信件。乌鸦对让玛丽家族的一切似乎都了如指掌，包括知道警方在电话里装了监听器。让玛丽认为乌鸦是家族内部的人，但就是无法确定身份。
后来乌鸦致电在办公室的让玛丽，威胁他儿子。忍无可忍的让玛丽大声怒斥：你要是敢碰我儿子，你就死定了。1984年5月下旬，乌鸦给让玛丽邮寄信件，称他再也不会骚扰让玛丽夫妇。果然从那以后，一切都好像恢复正常，让玛丽夫妇俩终于松了口气。然而接下来发生的事证明这一切只是暴风雨前的宁静。在10月16日当天，让玛丽的妻子克里斯汀前往保姆家，一边收听电视节目。下午5点20分，他发现外面开始刮风，走到外面把儿子带进屋，可突然发现格里不知去向。房屋周围都很光，我杀了大老板的儿子，我的复仇已经完成。他妈妈已经在找他，但是他永远都不会找到。傍晚5点50，克里斯汀打电话报警。6点50，警方开始在格里住所附近搜索。晚上9点50，格里尸体在距离让玛丽家7公里外的沃洛涅河下游被发现。当时格里身穿蓝色夹克，脸部被羊毛帽刻意遮挡，手腕、脚踝和脖子被绳子捆绑，双手被交叉绑在身前。可奇怪的是，格里面部表情非常平静。法医鉴定后发现，孩子身上没有明显淤青和伤口，绳子捆绑位置没有因挣扎造成的擦伤。第二天后的10月17日，让玛丽在办公室收到匿名信件，邮戳日期是16日下午5点50，刚好是克里斯汀打电话报警时间附近。信中内容为：老板，我希望你忧伤度过下半辈，你的钱买不回你的儿子，这就是我的复仇，你这个可怜的混蛋。从1983年第一封恐吓信到1984年的第5封匿名信，凶手冒着巨大风险一直恐吓让玛丽，直到格里遇害。由于案件涉及人物较多，情节繁杂，所以为了把案件说明白点，需要先明确几方面的关系。其一是让玛丽与家族的关系。前文我们已经提到，让玛丽妻子克里斯汀被家族排挤，以及让玛丽工作的步步高升，也多少让部分家族成员眼红。让玛丽夫妇俩也尽力和家族保持距离。其二是让玛丽和周围同事关系。让玛丽工作上作风强硬，难免带来矛盾。最后是家族和村里其他居民的关系。由于村庄信息闭塞，人心不齐，使用过2毫升胰岛素注射器。荒山野岭的树丛怎么会出现这东西？结合证人口供，警方怀疑格里生前被人注射胰岛素，造成深度昏迷后被投入河中。这就能解释为何格里即使被捆绑也没有挣扎痕迹。但当时由于尸体浸泡原因，法医没有检查格里是否有针孔，也没有做毒理化验，所以格里被注射胰岛素无法准确确定。直接从格里出发，警方几乎没有任何证据，因为当时 DNA 等刑侦技术尚未成熟。警方第二个嫌疑人是让玛丽的表哥伯纳德。作案动机有2方面，其一，伯纳德在工作、婚姻、家庭3个方面都不如让玛丽。有记者曾经报道，伯纳德曾扬言让玛丽失去宝贝儿子是罪有应得。案发后，让玛丽公开立下狠话，自己一定会亲手开枪打死谋害自己儿子的凶手。案发数天后，伯纳德和妻子搬到姨妈家居住，于是媒体记者就大肆渲染伯纳德的妒忌心理和作案嫌疑。其二，伯纳德在案发当天关键40分钟无法准确证明自己行踪。格里是当天5点至5点20被绑架，伯纳德表示当天5点20回到姨妈家。回到姨妈家时，刚好看到妻子妹妹米里耶勒，但米里耶勒的口供却和伯纳德口供有出入。米里耶勒表示自己5点坐校车回到家时，就已经在家门口看到伯纳德，并且当天小车司机就是平常那位司机。但他同学否认他的说法，他们称当天下午米里耶勒放学后没坐校车，而是上了一辆绿色轿车，恰好伯纳德的车辆就是绿色的。同时当天校车刚好换了司机，所以米里耶勒第一份口供明显作假。隔天后，米里耶勒被警方再次传唤。米里耶勒第2份口供承认自己撒谎事实。他说当天走出校门时遇到开车的姐夫伯纳德，上车后发现伯纳德4岁儿子也在车上。姐夫开车到达村子外一个红顶白墙的房屋，带回一个小男孩，然后开车去了河边消防站附近。从消防站回来后，车上就只有姐夫自己。说到这里，警方觉得有点奇怪，米里耶勒是否还在撒谎？按照米里耶勒第2份口供，伯纳德在时间线和地点线的确符合格里遇害情节。
当地警方排查一圈后，仍没实质性进展，他们压力徒增。偏偏这时，当地的猪队友朗拜特法官又来了个神助攻。11月5日，朗拜特将米里耶勒作证一事泄露给媒体，导致米里耶勒在第3次作证时再次改变口供。有一点需要指出，米里耶勒的第2份口供是将姐夫伯纳德推向谋害格雷格里的嫌疑，相当于把自家人往火坑里推。如此一来，他回到家肯定会被家人针对，所以2天后，米里耶勒家人召集记者，表示伯纳德是无辜的。同时，米里耶勒改变口供，说自己当晚坐学校大巴回家，从来就没有见过格雷格里。之前的口供是被警察威胁才说的。从此之后，米里耶勒就坚持这个版本的口供。如此一来，伯纳德拥有不在场证明，于1985年2月4日被无罪释放。获悉此事后的让·玛丽认为伯纳德就是杀害自己儿子的凶手，警方没有对伯纳德进行审讯，就直接释放他。更令人恼火的是，警方居然开始怀疑自己妻子。3月29日，让·玛丽从儿子坟墓回来后，拿着散弹枪直接前往伯纳德家中。伯纳德急忙解释，但被仇恨冲昏头脑的让·玛丽一枪打死伯纳德，随后到警局自首。事情传开后，越来越多记者涌进村里，他们踏遍每一个角落，试图用话筒对着村里每一个人，恨不得下一篇报文作者就是自己。大量天花乱坠的报道引起的误会让案件更加错综复杂。可伯纳德的墓碑上却很简单，只有一句话：伯纳德·罗拉生安息于此。他是盲目仇恨的无辜牺牲品。第3个被警方怀疑的人是让·玛丽的二哥米歇尔，作案动机也是妒忌心理。案发前2天，让·玛丽夫妇邀请米歇尔夫妇到家中做客，邻居反映这是他们第1次宴请。宴会上，让·玛丽向米歇尔隆重介绍了家中的豪华。性格懒散、处于温饱线的米歇尔在沙发上尴尬感叹：“只有老板才能买得起这个。”所以会不会是米歇尔妒忌让·玛丽而心生杀机呢？也不是没可能，但警方没有找到直接证据。后来米歇尔在2010年去世，2017年警方重启调查后，米歇尔妻子被带走调查。随着事情发酵，法国当局决定派遣国家警察进入村庄。国家警察负责人克拉兹认为是克里斯汀杀害自己儿子。克拉兹对媒体公开说，自己第1次看到克里斯汀就觉得他有嫌疑，认为他的打扮不像是刚刚失去儿子的母亲。让人无语的是，格雷格里祖父家中详细记录乌鸦通话情况的笔记本被国家警察意外弄丢。审讯过程中，克拉兹质问克里斯汀是否存在婚外情，还试图寻找根本不存在的出轨证据。克里斯汀冷冷回应：“我爱我的儿子，失去他，我一无所有。”克里斯汀表示，当天下午自己在5点之前就离开工厂，开车前往保姆家接儿子。5点左右回到家，5点20发现儿子失踪，5点50向警方报案。伯纳德律师为了把嫌疑推向克里斯汀，找到克里斯汀工厂同事。同事表示，克里斯汀当天从工厂出去后，轿车没有朝保姆家方向开。起初他们描述口吻是不确定，但后来一口咬定，直到克里斯汀用支票日期证明清白。到了3月下旬，笔迹专家认为其中2封匿名信件有80%的概率出自克里斯汀。当时怀孕数月的克里斯汀处理权全权委托律师。克里斯汀一边照顾2个新的孩子，一边兼职出版社工作，还把自己写书的收入捐给伯纳德遗孀。丈夫则从事房地产工作，但2人对真相的追寻从未停止过。在案发15年的2000年 ，DNA 技术被开始广泛应用于案件侦查。检察官提出，化验匿名信件中邮票的 DNA， 也就是格雷格里爷爷收到的那封恐吓信。让玛丽家人希望通过乌鸦贴邮票时留下自己口水，然而鉴定专家发现样本过少，无法进行鉴定。2008年，让玛丽夫妇提出请求使用新一代 DNA 技术鉴定另外一封信件。这次专家成功提取到 DNA， 发现是一男一女，但放入当地150人 DNA 数据库中对比后没有任何发现。专家怀疑是因为样本被污染导致。此后2010年和2013年，当局再次尝试从证物入手，试图寻找凶手痕迹，但都以失败告终。时至今日，案件证物已经污染严重，年代久远，通过现代刑侦技术找出凶手可能性几乎为0。然而33年后的2017年，法国警方突然传唤威尔曼家族的4名成员，分别是当年做了3份不同口供的米里耶勒、伯纳德的遗孀热内特，以及格雷格里的舅爷爷马塞尔和他的妻子杰奎琳。
案件之所以再次被提起，是因为莫里斯·西蒙的日记被他儿子发现。莫里斯究竟是何人？居然能够让再次激起沉浮33年的悬案。原来他是当年调查此案的法官之一，在2年的走访调查后，他汇总了近2万页的报告，这足以看出莫里斯的严谨。在日记结尾，莫里斯认为嫌疑人不止一个，作案凶手具有3角关系，作案思路主要是刺探、绑架、藏匿3步。具体作案过程如下：第1步，案发前2天，米歇尔夫妇前往让玛丽家中做客，负责刺探内部结构和周围地形。第2步，伯纳德和米里耶勒监视让玛丽住所，寻找绑架格雷格里机会。在克里斯汀进屋后，2人拐走格雷格里，然后在孩子身上注射胰岛素，随后开车前往村里，邮寄米里耶勒写的乌鸦匿名信。接着在格雷格里到河边消防站交给负责接应的马塞尔，顺便把针筒丢弃在树丛里。到了第3步，本负责藏匿的马塞尔和杰奎琳发现孩子已经去世，为摆脱责任，2人将格雷格里抛尸河中。从2016年莫里斯儿子发现自己去世父亲的调查日记，到警方在2017年重启调查，警方花费近1年时间审视莫里斯2万多页的调查资料。对于莫里斯的报告，警方总体上是给予肯定态度，但警方也有个疑问：如果事实果真如莫里斯法官所想，那就有2个常见犯罪学问题必须得到解答。第一，作案嫌疑人年龄横跨3代人，人数多达7个人，是谁带的头？或者说最终是谁统一了意见？第2个疑问，这7人一开始的目标就是杀害一个只有4岁的孩子吗？或者说他们原本计划是制作恶作剧，然后不小心变成谋杀剧？警方会做出以上发问是有事实根据支撑的。案发当天，格雷格里是在5点半左右失踪，然后晚上10点左右在河中被发现，前后历经4个多小时。如果格雷格里这4个小时都在河流中，那被发现时衣服就不可能如此干净整洁，而且当天晚上7点时警方就开始搜索，凶手更不太可能在警方搜索时抛尸。顺着这种思路，有人提出2种假说，其一是恶作剧意外说，格雷格里的死亡很可能是一场意外的恶作剧，格雷格里被劫走后，很可能先被凶手藏匿一段时间，然后才抛尸。这段时间内，格雷格里因为被注射胰岛素导致休克，凶手缺乏医学常识，没能及时发现，最终导致孩子去世。其2则是谋杀案分歧说，到了案发当天下午5点半，也就是克里斯汀发现孩子失踪后10分钟后，米歇尔自称接到一个电话，对方称格雷格里被扔到河中，这个电话是否存在至今未被证实。有人就怀疑这是良心发现的米歇尔假借匿名电话向让玛丽夫妇通风报信。可让米歇尔意外的是，同伙拖延数小时才抛尸，如此一来，案件时间矛盾点就能被解释。2017年，警方以绑架和强制囚禁导致死亡的罪名起诉4人，但审讯时，嫌疑人或保持沉默，或一口否认，而警方掌握的证据都是间接证据。无奈之下，法庭只能宣判无罪，至此案件调查再次沉入海底。在探讨凶手是谁之前，先解答前文关于朗拜特法官的问题。1986年4月，由于朗拜特职业操守问题被当局撤职，此后他撰写书籍《小法官》，描述克里斯汀对男性的吸引力。2017年6月，案件重启调查后，朗拜特被开始追究责任。1个月后，他用塑料袋在家中自杀，可遗书中，朗拜特仍坚持认为凶手是克里斯汀。当年撰写凶手是克里斯汀的媒体至今没有道歉。说到这里，本案至关重要的2个问题来了：第一，电话中的乌鸦到底是谁？第2，到底谁杀害了格雷格里？我们先说乌鸦的身份。莫里斯法官调查资料中包含一份电话费账单，案发前1年和案发当年，电话费大幅升高的家庭除了让玛丽一家外，还包括威尔曼家族其他几个家庭。根据资料，当时让玛丽大多数亲戚收入都处于温饱线，电话费用较高，让玛丽1天之内曾接到20-30个乌鸦电话，所以莫里斯怀疑乌鸦不止1人。随后的乌鸦电话大多都是别有用心的人效仿第1个乌鸦电话。至于第1个乌鸦是谁，已经无法考证，但我认为应该是让玛丽父辈这一代的人，理由有以下2个。其一，在格雷格里遇害前5年的1979年，让玛丽的父亲就已经收到乌鸦的恐吓电话。其2，在案发当年，
让玛丽父亲阿尔伯特收到一封信件，写信人称不会再骚扰他儿子儿媳妇两人。按照正常人思维，要想威胁一个人，一般会对他重视的事物下手。第一个乌鸦是直接和让玛丽父亲有联系，这恰恰说明第一个乌鸦大概率和让玛丽父亲有直接矛盾。公开资料中跟阿尔伯特有矛盾是格雷格里的舅爷爷马塞尔，那马塞尔真的是第一个乌鸦吗？我们不得而知。但莫里斯发现存在几个周边证据将嫌疑指向马塞尔，例如马塞尔的女儿曾目睹父亲用双筒望远镜观察让玛丽父亲的房子，马塞尔喉咙做过手术，声音与乌鸦沙哑嗓音相像。最后一点，1982年马塞尔和让玛丽发生冲突时曾说了一句话，我不会和一个首领握手。此后一封匿名信件中出现首领一词，国外悬案论坛的讨论也偏向于马塞尔嫌疑重大的观点。继续按照第一个乌鸦是格雷格里舅爷爷马塞尔的假设，我们再判断莫里斯观点中其他嫌疑人的可能性。最显眼的就是伯纳德。伯纳德和马塞尔虽然相差1个辈分，但两人年纪仅仅相差10岁，而且关系非常好，存在共同作案可能。延伸到当时只有15岁的米里耶勒，有观众肯定会认为一个15岁的女孩子加入到谋杀4岁孩子的计划中可能性太低了。但莫里斯调查后发现，村里几大家族中需要每天注射胰岛素的只有米里耶勒的母亲。伯纳德将米里耶勒拉下水一起作案的原因很简单，让米里耶勒向格雷格里注射胰岛素。实际上，米里耶勒口供的变化就是证明伯纳德重大嫌疑的最好间接证据。米里耶勒第一份口供是当天坐校车回到家后遇到姐夫伯纳德，第二份口供是当时按乘坐姐夫轿车回家，还经过让玛丽住所和消防站。第三份口供是坚持坐校车回家，姐夫是无辜的。我觉得米里耶勒第三份口供大概率是被家人威胁后的陈述。我看了当时记者采访米里耶勒做出第三份口供时的录像带，镜头中的米里耶勒一直强调自己姐夫是无辜的。犯罪心理学指出，如果一个人在描述某件事的措辞前后多次相同，那这个人大概率是在撒谎或者事先排练过。因为按照正常人习惯，前后描述同一件事物的言语会有所出入，而不是完全相同。只有撒谎的人才一直重复同样的句子，所以伯纳德难逃嫌疑。但可惜的是，从1985年案发到2021年，36年来一直没有人站出来为格雷格里的死负责。更让人心寒的是，一个如此可爱的4岁孩子成了大人妒忌仇恨的无辜牺牲品。Hello， 大家好，欢迎收看最新一期节目，我是小渊。今天我们讲一起日本非常有名的悬案，犯人自称怪人21面相，用140多封信件威胁日本警方和企业。为抓捕凶手，日本投入130万警力，曾调查12万多名涉案人员，排查2万8000多条线索，并和嫌疑人数次擦身而过，但还是让其逃之夭夭，被列为日本10大未解决事件之一。希望尽快抓到犯人，我想吃格力糕的零食。这是1984年6月24日，日本报纸号称来自一位小学生的手写信，信中的格力糕是当时日本著名食品生产企业。也许你会认为这是个幽默的广告，但实际上当时一点都不幽默。日本警视厅反而压力山大，当时全日本的焦点都在这封信背后的故事上。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呢？故事得从3个月前说起。1984年3月18日，格力糕企业的社长江崎胜久应邀参加东京某位糖果批发商长子婚礼，当晚返回后在家中洗澡，就在江崎社长为小女儿搓背时，2个戴着白色头巾的陌生男子闯进来，用手里的枪威胁他们，将连衣服都没穿的江崎劫走。到了半夜，绑匪致电其家人，向其索要10亿日元和100公斤的金块。绑匪还称在警局和公司有内应，如果你们报警，那就等着撕票吧。起初警方对于绑匪的要求是十分怀疑的。试想一下，10亿日元现金钞票重量达到130公斤，而100克公斤的黄金更是不用说了，绑匪真的有能力一次转移他们吗？紧急会议中，部分警员指出，这家伙会不会是在声东击西，或者他们会不会在筹钱的地点提前下手？不管情况如何，警方认为咬住赎金和黄金就是抓住绑匪的最好办法。
但直到交易当天晚上，绑匪都没有出现。让警方觉得奇怪的是，绑匪在劫持江崎社长前，曾进入社长母亲家中搜寻钥匙。社长母亲告诉他们，保险柜有1500万现金和珠宝首饰，但绑匪对此丝毫没有动心，拿了社长住所钥匙就走了。同时，绑匪劫走的不是社长年幼的孩子，这更能说明绑匪的目标不在于钱财，是对社长的报复，还是警告，又或者是让社长在绑架期间缺席某项重要活动。还没等到答案，意外的事情又发生了。案发后的第65个小时，也就是3月21日下午2点左右，一个光着脚的奇怪男子跑在偏僻的防汛堤坝上，脸上有疤，身穿黑色大衣，右手腕被绳子捆绑。他不是沦落街头的乞丐，而是前天被绑的江崎社长。知名企业家死里逃生的消息迅速登上媒体头条，人们不知道他到底是自己逃出来的，还是被绑匪主动释放的。当媒体问及绑匪的线索时，江崎社长表示一无所知，他只知道自己被关在一个小黑屋里，还被绑匪不停威胁。但第3天时，绑匪突然消失，自己才趁此机会逃了出来。有件事需要指出，在江崎社长获救当晚，他就召集了公司所有股东，但会议内容至今没有公开。自此之后，江崎社长对警方调查的配合也夹杂了几分消极，部分吃瓜群众展开头脑风暴，认为绑匪幕后主脑很可能是江崎社长身边的人，例如同样在格力高中身居高层的弟弟和妹妹，这2人都有成为格力高话事人的资质和能力。按理说，大难不死必有后福，可格力高社长似乎一直没见到后福。4月2日，他再次收到打印的威胁信，绑匪在信中索要6000万日元，并在西宫市一家咖啡店等通知。而威胁信最后一句话是：想想你那些照片，再好好考虑我们的要求。署名是知名不具，意思是收信人知道写信人名字。但当晚这一伙绑匪一直没有出现。次日，日本报社收到信件，内容大意是说江崎社长耍了他们，所以他们要开始报复社长和格力高。几天之后，实质性的威胁终于发生了。在10号晚上，位于大阪市的格力高总部被人故意纵火，之后距离总部3公里外的子公司也被人故意纵火。但侦查过程中，线索少之又少，只有江崎社长对当晚3个绑匪的模糊描述、击打威胁信，以及格力高某位董事家中出现的神秘录音带，里面有个男子说出了幕后黑手对格力高的整个作案计划。有些内容和现实完全相符，可至今警方都没有公开这盘录音带。警方一封信件虽然没有锋利刀刃，却杀人无形，诛心无影；没有宽屏桌椅，却让全日本成为舞台下的观众。到了这里，有人想起之前日本发生的毒可乐事件。毒可乐事件是有人在公共场合所投放有剧毒氰化物的瓶装可乐，然后在暗处默默观察受害者中毒过程。这件案子也是日本有名的悬案。如果说毒可乐事件是彩排，那格力高就应该是正式表演。在5月20日，格力高的供货商长冈香料收到一份威胁信，嫌疑人向其勒索3亿日元现金，要求把钱带到茨城市的一家餐馆。日本警方苦等大半个月，唱戏的主角终于要露面了。为此，警方严密布控，只等嫌疑人出现就可瓮中捉鳖。交易当晚，警方将钱放在一辆白色花冠轿车上，一辆花费100万日元改造的汽车，可以由一个遥控器控制汽车发动机。后备箱上则藏着控制车辆的调查科警员。当然，警方也做了备案。按照经验，嫌疑人很可能会临时更换交易地点，但警方坚信，只要咬着3亿日元不放，就能抓住凶手，一切似乎都在掌握之中。可惜，意外的事情还是发生了。在餐厅的便衣警员观察可疑人员时，一男子突然冲向装着钱的轿车，以飞快速度发动车辆驶离餐厅。警方第一反应都认为他就是嫌疑人，于是全部人追了上去。车辆被控制后，警方发现司机是个年轻男子，他告诉警方自己妻子被3个蒙面男人绑架，并要求自己把车辆开走，不然他们就会杀了他妻子。经查证，该男子交代的情况属实。不得不说，嫌疑人这招太黑了。第一次围捕彻底失败，日本警方压力倍增，不得不展开新一轮搜证，对犯罪现场周围80万户家庭进行排查询问。在这里，小院有必要说些废话。当时 DNA 刑侦技术还没出现，留给警方的只有击打威胁信和嫌疑人衣服，但他们都是大众化商品，无法溯源追踪。
遭受重创的格力高也按耐不住，悄悄在报纸上刊登了一封小学生写的信，就是前文中那封信，希望警察叔叔尽快抓到凶手，我很想吃格力高的零食。2天后，媒体又收到了嫌疑人的信件，信中嫌疑人表面上是放过了格力高，但暗地里又把魔爪伸向了完大食品公司，还是同样的招数，如果不给钱就在他们公司食品下投毒。交易那天，嫌疑人临时通知警方，带着钱搭乘前往东京的普通电车，在路上看到白色旗子的地方把包裹扔出去，在电车上便衣警员看到了一个可疑男子，之后还把他的面貌记录下来，但他只是偷偷观察。部分警员希望上前审问，但被上级拒绝，最终男子消失在茫茫人海中，警方与嫌疑人再次擦肩而过。短短沉静5个月后的9月20日，又有一家名叫森永的食品企业遭到威胁，这让苦等数月的报社犹如中奖般兴奋，因为当时报社主要靠报刊销量赚钱，任何风吹草动在他们笔下都能变成群魔乱舞，以至于警方公开接受采访时指出，希望媒体保持冷静，躲在暗处的怪人前后给各方写了140多封信件，然后默默欣赏着闹剧。但也有人怀疑部分信件并非出自怪人。从格力高开始，这群家伙对食品企业的投毒勒索就没消停过。这次他们的目标是 House 食品公司，开价1亿日元。在上次与怪人有过一面之缘后，这次交易中警员再次遇到了怪人，同样是那个戴着大框眼镜、眼睛很小的男人，这绝对不是偶然。根据他的特征，警方把该男子称为虎眼男。如果说上次在电车没能抓住他，那这次无论如何都不能放过他了。果然，接下来发生的事情还是让大家失望了。在交替追踪的过程中，狡猾的虎眼男再次逃脱。后来警方发现，在当时交易地点下方的公路上有辆可疑白色轿车，车上有诸如监听警方通讯的作案工具。次年8月7日，由于没能及时破案，负责该案的时任部长山本谢罪自杀，用灯油焚烧自己，震惊了所有人。10天之后的8月17日，21怪人寄来犯罪终结信件。从明治维新中日本金融武士对列强的金融护国战，到2战日本士兵剖腹自杀，再到该部长的郊游自焚，可以说弹丸之岛的日本却是个武士气息非常浓厚的国家。从1984年到2021年整整27年，即使胡彦南的照片已经贴满大街小巷，但警方始终没能破案。他们只知道直接作案人数为3人，幕后可能还有其他成员，通过打印机规避警方对自己的调查，以及逼迫路人联系警方，采用大众化商品作为作案工具。至于他们的身份到底是什么，民众给出了许多猜测。比较代表性的有以下几种：其一，绑匪和格力高社长有关，属于江崎社长家族内部人员。因为社长当晚被绑架时，绑匪不但知道社长女儿名字，还知道社长专职司机姓名。他们还使用了格力高青年学校的校服，寄给其他公司社长的威胁信中都以姓氏称呼，唯独对格力高是直呼其名。当然也不能排除绑匪是故意为之。其二是股价操纵说，从案发前到案发后，格力高的股价跌了近160多日元。如果有人进行做空，利润将非常诱人。最后一种是警察内部作案说，因为他们似乎非常熟悉警方的调查流程。NHK 解密资料显示，在和胡彦南接触的过程中，一线警员和高层指挥数次意见不合，一线警员偏向于先把胡彦南控制，但高层指挥偏向于从赎金下手，力求人赃并获。同时，由于胡彦南背后的群体行动路线大大超出警方预测范围，导致警方直接参与抓捕行动的人员不足，又由于保密的原因，没有将围捕计划具体告知其他地方警局，就导致胡彦南从他们眼皮底下溜走。但有一点可以肯定的是，21怪人是团伙作案，幕后主脑很可能曾在政界、警界或商界工作过。案发当年，日本首相曾发问，法律会如何起诉该案的罪犯？可得到的回答是，法律只能判处其一般的投毒罪，更不用说故意杀人罪了，因为他们在食品外备注了有害说明。根据现有法律，只能对其进行罚款教育。话音刚落，会场陷入一片寂静。除了掐准日本法律漏洞外，嫌疑人反侦查技巧非常强，对警方作案流程非常熟悉，使用大众化商品组成作案工具，逼迫无奈民众被动参与等等，能够横跨诸多领域。在当时的日本政治派别斗争敏感时期，导演出这样一场连续剧的人，他的目的真的仅仅是各大企业的保护费吗？所以在作案目的上，小渊我更偏向于政治阴谋论。
小渊在看了韩国最近由于房价、教育等问题导致政府部分管理层集体引咎辞职的新闻后，格里高这起案件幕后主谋的目的就更加微妙了。Hello， 大家好，欢迎收看最新一期节目，我是小渊。好久没掉头发了，今天我们来讲一期考验想象力的悬案。一个黑人男子被离奇抛尸玉米地，尸体没有明显伤痕。在案发12年后， FBI 再次登门拜访遇害男子家人，扑朔迷离的2张纸条让沉静多年的案件引起轩然大波，谜团至今未解。还是那句话，如果你对案件有自己想法，可以在评论下方写下，说不定你一不小心就破案了。故事发生在美国圣路易斯市1999年6月30日，一位女士开车经过67号公路时，无意中在路旁发现一具男子尸体。男子面部朝下躺在地上，旁边是个偏僻的玉米地。警方算是幸运的，但也是不幸的。死者出现在人迹罕至的玉米地，所幸周围现场没有被严重污染，但也是不幸的。因为尸体被发现时已经腐烂严重，无法直接从尸体提取有效破案信息，无法直接判断死因。但更头疼的事马上就来了，男子为何会出现在玉米地中？这里距离圣路易斯市中心20多英里，他是如何到达这里？结合死者身体没有明显伤痕迹，警方立马想到2种可能，这家伙要么就是自己选择在人少的地方自杀，要么就是有人杀害他后抛尸致死。调查该案的警员脑海里已经习惯性列出一系列调查步骤：死者身份调查、尸体毒理化验、目击证人寻访等等。可他们不知道，等待他们的谜团远远超出他们的认知。据悉，死者是41岁的里基·麦考密克，1958年出生在一个贫困家庭中。母亲弗朗基·斯帕克斯表示，儿子精神不太正常，患有双向情感障碍和精神分裂症，从儿童时代就有哮喘和胸痛的症状。由于家里穷，一直没能为里基提供好的治疗条件，也因此里基高中没毕业就辍学打工，一直从福利机构领取残疾补助金。家人还告诉警方，大约从10岁开始，里基就经常抽烟和喝含有咖啡因的饮料，家人怎么劝都没有用。除此之外，里基34岁时曾被警方逮捕，原因是和一名11岁未成年女孩发生关系，还和其生下2名子女，当时被判处3年。入狱13个月后，里基因表现良好被提前释放，但调查里基的一名警员表示，里基很可能还和另外一名女子发生关系，但里基一直不肯透露对方是谁。同时，警方还调查了里基周围朋友关系。第一个是巴哈·哈姆达拉，是一家加油站的老板，曾经雇佣里基为他在加油站干活，但周围人口供显示，巴哈这个人劣迹斑斑，曾开枪伤害自己兄弟，甚至还利用精神不太正常的里基为他偷运大麻，但警方没有找到具体证据。第二个是里基的女友桑德拉·琼斯。桑德拉告诉警方，里基经常前往佛罗里达购买大麻，然后转交给自己老板巴哈。除了这2个人，警方没有找到其他和里基有明显联系的周围人。正因如此，里基的死亡一直让警方倍感受挫。小渊，我要先说明一点，因为种种原因，这起案件很多线索充满不确定性，需要大家独立判断和大胆想象。那好，接下来我们进入掉头发环节，请大家系好安全带，我们要起飞了。在里基尸体被发现后，警方梳理了里基生前几天的活动路线，希望有所发现。在尸体被发现的同一个月，也就是6月15日，里基在圣路易斯市中心的长途汽车站购买了前往佛罗里达州奥兰多的单程票。到达奥兰多后，里基致电他在圣路易斯的女友琼斯。琼斯表示，当时电话中的里基情绪比较紧张，似乎遇到什么麻烦，但具体通话内容琼斯没有告知警方。几天后，里基回到圣路易斯，
琼斯认为李基变得非常警觉，出门总是时不时往后看，就好像在提防别人跟踪自己般。6月22日下午，李基前往当地一家急诊室，声称自己胸痛和呼吸困难。24日，李基离开急诊室，搭乘公交前往亲戚格洛里亚阿姨住所，待了1个小时后就匆匆离开。25日下午5点，李基走进另外一家急诊室，再次声称自己胸痛和呼吸困难。1个小时后，值班医生完成诊断，但李基的亲戚格洛里亚透露，李基在急诊室中滞留了1夜。说到这里，有人会问，亲戚家就在附近，为何李基还要在急诊室过夜？他是不是在躲避什么？这点我们暂时不讨论。26号中午，李基离开急诊室，加油站一位员工表示，自己在27日看到李基曾回到自己工作的加油站。3天后的30日，李基被发现死在玉米地，也就是我们前文所说的情节。发现尸体后，警方通知了李基家人，家人非常伤心，但又表现得似乎很淡定。他们似乎知道李基在外面和某些朋友经常做一些违法勾当，但李基就这样突然暴尸户外，家人还是非常震惊。他们怀疑自己儿子因运送大麻和别人起了纷争，但一直找不到证据。警方跑了一圈，也没有发现有价值的线索，无奈之下只能以自杀结案。在车水马龙的城市与熙熙攘攘的人群中，即使李基的死充满谜团，但卑微的社会地位，李基的死在当地并没有溅起多大浪花，很快这一夜就被翻了过去。所以事情到这里就结束了吗？当然没有，不然小渊我也不会做这期视频了。在过了整整12年后的2011年3月29日，美国 FBI 突然对发布李基遇害案的重要报道。FBI 表示，在1999年时，从李基口袋里发现2张纸条。According to Ricky's mother, she was told that he had nothing but emergency room tickets on his person at the time that his body was discovered. This, of course, wasn't unexpected given his health. So I'm sure you're as confused as I am right now. On the FBI's website about this case, they even mention needing, quote, another sample of McCormick's coded system or a similar one that might offer context. Again, this wording still implies that they're sure Ricky wrote the notes, but 纸条上写着2页奇怪的字母。消息传到李基家人那里，他们表示一脸懵逼。李基母亲当场爆了一句粗口，一地鸡屎。他对媒体表示，1999年案发时，警方没有告诉自己从儿子身上发现纸条的事情，整整过去12年后才说起这件事，这是人干的事吗？小渊觉得李基家人听到这个消息时，他们心里的画面应该是这样的。李基母亲表示，她不认为这2张纸条的内容是儿子所写，因为她印象中高中没毕业的儿子连自己名字都写不顺，不可能会编出纸条上奇怪又复杂的密码。即使如此，这2张纸条还是引起了许多人注意，包括美国民间密码协会，甚至美国 FBI 等官方部门都曾花费数年试图破解纸条信息，但一直没有实质性结果，以至于最后不得不向全美乃至全世界征集线索。FBI 公告指出，成功破解纸条内容者将名垂青史，会被 FBI 永远记住。但不好意思，本次活动不发放任何奖金。说到这里，我就要吐槽下 FBI 这个老油条了，要想马儿跑又不给马儿草，没有奖金哪有动力？下面我们就来试着破解纸条上的信息，看看能否发现什么。实际上，密码学是一门很深的学问，但还好我们对纸条背景有所了解。但小渊认为这2张纸条有很多谜团，例如这张纸条真的是由李基所写吗？粗看纸条，第1张纸条的字母内容包括很多对括号，第2张则被5个圈括起来，圈圈的大小不尽相同，符合正常人书写习惯。纸条内符号涵盖数字、字母、括号以及破折号。进一步观察发现，纸条似乎存在某些常用单词，例如 MLSE 是否代表英里的意思呢？ TRFXL 是否代表交通信号灯的意思呢？结合李基文化水平和精神状况，似乎这可以证明纸条内容的确是李基所写，但还需要对比李基真实笔记。可 FBI 网站上并没有公布李基真实笔记，我去逛了国外论坛，也没有找到李基真实笔记。
或许是因为案件时隔多年，李基的私人物品都已被烧毁丢弃，又或许是 FBI 刻意隐瞒案件细节，防止别有用心的人。很多信息传到我们第三方这里，都变得狗屁不通。说完纸条撰写人的谜团，小渊，我再来说下纸条的真实性疑问。小渊，我还是要啰嗦下，很多悬案的细节都充满矛盾，如果执拗其中，我们会陷入当局者迷的困境。就如李基这个案件，我相信肯定会有观众质疑，这2张纸条是真的吗？如果我们大胆一点，纸条的真正主人会不会另有其人？能让 FBI 纠结12年无果，被迫公开求助的2张纸条，真的是在死者李基身上发现的吗？有没有一种可能，纸条根本就不是在李基身上发现的， FBI 利用李基身份保护纸条真正主人，而这位真正主人或许是执行某种秘密任务的人员。第3个疑问，如果纸条内容真的是代表某种密码信息，那密码明文内容到底是什么？破解纸条内容最大的难点就是里面很多单词被省略了部分字母，这就非常让人头疼了。虽然英文只有26个字母，但由于英文单词普遍集中在5至7个字母之间，省略字母位置不确定，省略字母的个数也不确定。这种尴尬情况下，当英文单词省略字母数占比达到 60% 时，就已经很难破解。即使借助计算机，这也是为何美国官方机构花费数年都无法破解。但我个人怀疑，会不会这2张纸条就是李基随便写的？但仔细一想，又好像不太可能，因为字条字迹相对工整，如果李基是一时兴起想写东西，那不太可能会写这么长一段内容，还要加上几个圈圈。所以这期案件从头到尾都给人一种剪不断理还乱的感觉。说完纸条，我们说回李基的死亡谜团。由于案件有效线索极少，所以请大家原谅，接下来小渊我一本正经的胡说八道。我记得2战时有个叫做图灵的计算机天才，他帮助美军破译纳粹密码，可最后离奇死在监狱。图灵去世时，身边有个含有剧毒氰化物的苹果，看守人员表示图灵是服毒自杀，但一直有人对此持有异议。放到李基这里，会不会李基和图灵一样，生前秘密为美国秘密部门工作？因为家人透露，李基小时总喜欢写些乱七八糟的东西。我会这么想，是因为在美国同样发生过这样的怪事。在1953年，美国曾在一个12英尺深的涂沟发现一具尸体，尸体主人原名保罗·鲁宾，身体同样有一张离奇的纸条，上面还涉及3个美国重要高层人物。有人曾向 FBI 申请调阅该男子调查资料，最后惊讶发现这份资料足足有160页，全部都是 FBI 一手调查资料。但 FBI 当时拒绝公开相关资料，所以在某个地方会不会也藏着 FBI 对李基数百页的秘密调查资料呢？要不然 FBI 为何要经过12年才将李基纸条内容公开？最后还有个问题，李基的死到底是自杀还是他杀，又或者是意外呢？第一种可能是毒杀。有人肯定会问，既然如此，叫法医检测下不就一清二楚吗？但我要告诉你，千万不要以为每个用毒的人都只会用电视中的氰化物。人类体内本身就一直在产生各种剧毒物质，只不过数量大小和速度分解快慢问题。例如常见的琥珀胆碱和肾上腺素，前者是一种肌肉松弛剂，后者是一种兴奋剂。使用这2种物质杀害他人，法医很难检测出来。一方面是他们自身的化学性质问题，另一方面是人类活体中本来就存在这些物质。如果有人用这种手法毒害李基，那李基死后的机体会继续分解毒物，达到正常水平，法医很难做出判断。第2种可能是意外，这种可能性不高，因为李基是在偏僻郊外的玉米地被发现时已经死亡数天，很可能是凶手杀害李基后将其抛尸致死。如果是他杀，凶手会不会是李基加油站的老板巴哈呢？墨西哥每年从美国赚走800亿美元，这让美国高层非常愤怒。如果大家有兴趣，可以去看看美剧《毒枭》。此前，美国佛罗里达州一直是美国和墨西哥毒品交易的桥梁。
同时李基女友琼斯曾透露，李基经常帮他老板运毒，所以李基会不会就是其中 FBI 安插在毒贩的卧底呢？要知道李基自身的条件是非常好的掩护。啰嗦半天，小渊我偏向于李基是替 FBI 工作的卧底，但至于那2张纸条是否真的出自李基之手，纸条内容到底代表什么，那我就不知道了。